王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可以啊，妹，不愧是年入100亿的顶级投资女王。别贫了，走，今天心情好，带你去吃火锅。不会这么背吧？我这是穿越了。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宫斗系统3.0至尊后宫攻略版，宿主已绑定。当前攻略终极目标：大雍皇帝萧绎，冷酷暴君属性。当前好感度-300，主线生死任务1，在3日之内施展无双魅力，成功爬上暴君的龙床，并让其流连忘返。任务失败，剥夺宿主男儿身，打入冷宫。你妹呀！妹呀！妹呀！老子要被淹了！你看看这个。宿主攻略终极目标：大雍皇帝萧绎，当前好感度-300。主线生死任务1，在3日之内施展无双魅力，成功爬上暴君的龙床，并让其流连忘返。哥，你他妈是男的？我他妈知道我是男的，可系统它好像没识别对性别啊。你翻翻你的手，万一你也有呢？恭喜宿主成功绑定败家系统，终极任务：败光贪官爹所有贪墨的钱财。奖励：兄妹2人共同完成任务，便可以回到原世界。败家？给你的是败家，给我的是宫斗爬龙床。妹呀，咱俩的系统是不是绑反了？我可是现代顶级的投资天才，碰什么什么涨。现在系统竟然让我去败家，如果我拒绝呢？失败惩罚斩首，且您将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，在该世界不入轮回，永垂不朽。行吧，认了。先搞清楚一个事儿，我这便宜爹到底贪了多少？8亿两白银。多少？我爹是和珅转世吗？新手友情提示：3天后，皇家监察突击暗访，顾德白贪没江州10万两水仙欢镇资银一事将彻底暴露。届时，顾家将会被抄家灭门，祖坟被刨，请2位宿主尽快提升皇帝好感度，花掉赃银。你哥我堂堂现代重点工业大学的正教授，水利工程与机械工程学双科博士后，这该死的破系统居然让我去色诱暴君！哥，那如果你3天后没爬上龙床，失败惩罚是什么？淹了，打入冷宫。我的天啊！顾明月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哥都要进冷宫当太监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对不起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呦，我的乖宝们，别怕，都别怕。是爹不好，昨晚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让你们听到监察院要来查账的消息，受惊吓了吧？放心，把心放在肚子里。爹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那是吃素的吗？这次江州水患那10万两赈灾银，爹早就连夜让人转移了。账本做的天衣无缝，钱也藏得密不透风。过几天监察院那班孙子来检查，咱家定然是2袖清风，1清2白。爹就是把钱带进棺材里，也绝不让他们查出一丝半点儿，绝不会让人砍了你俩这如花似玉的小脑袋瓜的。爹呀，你把钱藏得连狗都找不见，我他妈怎么花呀？天要亡我！爹，我心里没底，您还是把藏钱的地方告诉我吧。江州水患的赈灾银子一共10万两，城东义庄地窖里3万两，
城北破庙佛像肚子里2万两，西郊猎场枯情下头1万两。爹让人全都用油布裹了3层，撒上防虫的草药。别说人了，狗来都闻不出来，爹都闻不出来。等风头过了，你们想要什么，爹都给你们买。爹，嗯，您说那10万两全是赈灾银子？可不是嘛，不是赈灾银子，哪来这么大手笔？爹，赈灾银子的藏匿地址，详细给我列一份清单。你说什么？精确到每个点有多少两，怎么取，最好附上路线图。不烫啊！月儿啊，你知道那10万两是什么概念吗？那是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顶着监察院100多双眼睛，在灾荒时期最乱的时候，硬生生从赈灾款里扣下来的。若是暴露了，爹，他没疯，你就赶紧告诉他吧。你不告诉他，我们很快就要永垂无朽了。你闭嘴，你更吓人。总之，那是爹的心血，不能花，坚决不能花。爹贪这些钱，还不是为了你俩？等风头过了，给月儿你攒嫁妆，给李儿打点前程，1分1毫都是爹的血汗钱。爹爹，我就是害怕嘛，监察院就要来了，我一想到万一被查出来，咱们全家就要……自从娘亲走了，您含辛茹苦，一个人养大我跟哥哥，如今家里有难，女儿也想为爹爹分忧。哎呦，月儿，我的心渐渐，你别哭，爹最见不得你掉眼泪，你掉1滴泪，爹就少活1年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写，爹写还不行吗？你要清单是吧？爹给你写，只要你别哭啊，我的小祖宗。但你可记得，一定不能暴露，否则咱全家……爹爹放心。年度最佳表演奖，绝对非你莫属。月儿，这可是爹的心血呀！多谢爹。等等，闺女刚才是不是演的？哥，你抄一份备份。你们兄妹俩……爹，您先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女儿来办。爹，你就放心回去吧。女儿不是要败家，女儿是要帮您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放这些钱。好闺女，不愧是我顾德白的小棉袄，万事小心啊！有事立刻喊爹。哥，过来开会。收到。10万两白银分散藏在城东义庄、城北破庙、西郊猎场3个地点，我必须在3天内把这10万两全部花光。而且按照系统说的，我们必须产生实际交易行为，直接扔河里可不算，也不能把钱花在咱自家身上。没错，如果我们突然买了800亩地加30匹良驹，监察院直接顺着线索摸上来，那不叫花钱，叫自首。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巨大且合理的，能快速吞噬大量资金的出口，同时还不能引起任何人怀疑。不愧是双料博士后，理解一流。哥，江州那边的灾民现在具体什么情况？江州水患从半月前开始，决堤3处，淹了6个县，朝廷紧急拨了赈灾银30万两，也就是现在塞在佛像肚子里和枯井底下那些，名义上是调往江州安置灾民的，但实际上嘛，1两银子都没到灾民手里。什么意思？从京都到江州的赈灾款，沿途至少经过3道关卡，每道关卡扒一层皮。别人是到了自己管辖范围内就伸手捞一把，咱爹更厉害，他是层层伸手。唉，灾民等不到赈灾款，只能往京都逃。目前已经有数千人聚集在城外，人数每天还在涨。那朝廷管了吗？管了，派了城防兵马司在城门口设了路障，硬生生把灾民拦在外面不让进城，美其名曰防止流民冲击城内治安。不对劲，当朝掌权者素来行事有度，这般敷衍草率的安置举措实在太过反常，处处透着蹊跷。而且这么大的阵仗都闹到京都来了，皇帝能不知道？难道皇帝在钓鱼执法？数千灾民，他们现在最缺吃的、缺穿的，
缺遮风挡雨的住处，缺一切能让人活下去的基础生活物资，但同时，他们有一双能干活的手，有庞大的劳动力，有哪怕吃草根树气也想拼命活下去的强烈意愿。你别这么笑，我害怕。哥，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利民不利己的钱坑，一个让爹看起来赚钱，愿意投入更多钱财，但实际越赔越好。最好是那种把钱扔进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的无底深渊。你这个精准的描述，怎么听着跟我先穿越后的悲惨人生一模一样？闲话少叙，我们双管齐下。我负责去填钱坑，同时你在被选中去爬龙床面见圣上的时候，找准时机提出治理水灾的现代筹案，在皇帝那里加的最重筹码。只有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，我们才能真正功过相抵。行，反正咱俩的任务就是给便宜爹补漏洞。哥这回算是豁出去了，为了咱俩早日完成任务，回到原世界，别说爬龙床了，就算是给皇上表演一段脱衣舞，老子也能给他跳出花来。不过，你到底准备怎么安置城外那帮饿红了眼的灾民？4个字：以工代赈。赈灾有很多种方式，只要灾民得到安置，没有民怨变摇国基，这样的赈灾就是泼天公君。上面若是查下来，咱爹虽然私自动了赈灾银，但普济堂不过是换了个方式帮朝廷赈灾，钱花光了，流民伙计们活了，赃款洗干净了，我的系统任务也完成了，完美。那你准备在城外搞个什么项目？我雇灾民做工，付给他们工资，手里的银子买粮食、买木料、买一切所需物资，钱通过实际交易流入市场，灾民拿到工钱买吃的活命。我的好闺女啊，我的贴心小棉袄啊！爹不过随口提了一嘴，监察院要来查账，你为了替爹分忧，竟然连夜商量着找个更安全的钱坑帮爹藏银子，真是得了我顾白的真传，顾家发家致富后继有人了！他是不是误会了？不重要，误会有时候也是生产力。小姐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去衙户，去要那片没人要的荒山。好的，小姐。你说城西那片地，那地方土质不行，荒了快10年，周围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又挨着灾云营地，最近更没人敢碰。开价多少？荒山加山脚那块平地，一共80亩，官府挂牌价5000两。说实话，姑娘，这价钱都是看在那块地还长了几棵树的面子上，要搁平时3000两都没人接盘。5000两？当然可以商量。太少了。什么？我说5000两太少了。你们官府派人张量土地，得有跑腿费吧？50两跑腿费，我记下了。书立德抄地契，磨墨裁纸盖章，都是脑力劳动。润笔费30两。官府存档占库房，库房管理费20两，地契要知府大人用印，惊动上官费100两。你刚才翻黄证查地块信息，也算专业咨询，咨询费50两。另外，那块荒地旁边的小溪我也要了，我不买溪，买溪两岸使用权。溪对面山坡上那几亩野茶田也一并买了。等等等等，那茶田荒了好几年，茶树都快绝了，最多值300两。2000两，我看的是它的未来增值潜力。什么增值潜力？那破茶田连兔子都不去拉屎。兔子不去，说明生态好，没有被动物粪便污染，天然有机，更值钱了。加500两。荒地80亩1000两，跑腿50两，润笔费3两，库房管理来20亩，执事费100两，咨询费50两，溪流两岸使用权500两，茶田2500两，再加片山的名字我说了算，产权清晰无纠纷。7座野山的更名费，我按每座3000两算。张书义，算好了吗？3万两。姑娘稍坐，您喝茶，好茶，今年的雨前龙井。此事下官实在做不了主，得请示上峰。行，快去快回。故相手段，皇兄真有意思。我头一回听说买家主动给卖家发补贴的。他故意把赃银通过高价买地，分散到官府账帽上，表面是买地交易，实际是在洗银子。5000两的地买成3万两，等风头过去，转手一卖还能赚钱。监察院就算查到这笔交易，纸面上也挑不出毛病。买家自愿加价，官府被动收钱，
贪墨的赈灾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皇兄说的有理，不过一个16岁的闺阁女子能想出这种洗钱手法，虎父无犬女。姑娘，上头批了3万两，1分不少，您拿好。痛快，地契我带走了。剩余任务金额7万两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知道大家伙逃荒过来流离失所，连京城的大门都进不去。今天我普济堂来这里，就是给大家指条活路。我在城西建大作坊，请大家做工。做什么工？你能给几个工钱？壮劳力，月钱5两银。妇人做轻活的，月钱3两；老人孩子做杂活的，月钱2两。只要加入工房，顿顿管饱，逢5加1道荤菜。考虑到大家现在的状况，第1个月工资日结，每天下工当场发放150文。东家，俺一个人能干3个人的活，您收了我吧。插队，一个一个来，插队的直接取消资格。东家，俺听说你这儿招人，日结150文，俺能应聘不？你这力气，城里那些车行码头怎么没留你？俺叫赵大柱，就是胃口有点大，一顿得吃8碗大米饭。东家嫌亏本，把俺撵出来了。招了，记上名字，伙食费按他的标准加倍准备。给东家请安。小的燕小六是西城的地头蛇，方圆百里的野狗都认识我。你以前做什么行当的？小的帮人传话望风，偶尔摆个野摊儿，卖点假古董。假古董？招了。脑子灵活，口才好，以后你就是普济堂的采购员，专门负责去市场上用最贵的价格帮我买材料。东家，您是小的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欣赏俺才华的人，小的以后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在下实在不是故意的。哎呦！你是灾星下凡吧？在下实不济，是个秀才。在下真的只是运气不太好。早年去布庄当学徒，布庄3个月亏得底朝天。后来去粮铺帮工，米仓塌了，大米闷得发霉。再后来去酒楼当跑堂，酒楼直接闭了门。在下这一生，凭一己之力，连续干倒了50家店铺。招，必须招！你不是没星，你是我普一堂天降的奇才，不世出的幸运星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普济堂荒山大掌柜，月钱10两。东家，我实不济这条命，以后就是您的了。您简直就是我的伯乐啊！东家，您看啊，您看这是啥？
漫山遍野的破苦油树，它根本不是废物，它是失传已久的顶级贡品药材——化橘红，1两直银10两。这山上长了足足43000株，年产值最少近1万两白银啊！东家真是做生意的绝世奇才，买下这破黄山，竟然买到一座不世金山！恭喜宿主，预估年产值近100万两。百年老店，百年老店。恭喜宿主，预估年产值近100万两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东家，不好了！监察院带刀的黑衣官爷已经把咱工地山口全封死了。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！谁是这边主事之人？是我的地，地契齐全，京兆府户房登记在册。姑娘好大的手笔，3万两买一座荒山，1500号人包吃包住，月钱5两。姑娘家底殷实的很啊！这地、这山、这上千号人，全靠顾姑娘一个人的银子。本王倒是真有些好奇，顾姑娘一个人的闺阁私房，竟能殷实到如此地步。殿下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地是朝廷的地，这山是大庸的山，流民伙计们更是陛下的子民。我花的每1两银子都会花到他该去的地方，百姓稳定，天下稳定。只要能为陛下分忧，这银子是女儿家的私房，还是相府的体面，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殿下觉得周全吗？说得好，那本王下个月再来，到时候有没有回到该去的地方，本王可是要验账的。宿主注意，距离任务截止还有2天零10小时哦。当前已花费51000两，剩余49000两。当前宿主好感度负580，主线生死任务一倒计时还有34分。宫月，老子要是被淹了，变成大庸第一太监，做鬼不会放过你！哥，你冷静，好感度怎么又跌了？老爹在外面打个喷嚏，仇恨值全算在老子一个人头上。我今天在宫里用了各种办法，品级太低，根本见不到皇帝。现在只剩半个小时了。哥，今夜正巧轮到你翰林院值夜，冲进御寝殿，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拼了！任务精算时间即将到达，宿主未达成任务，将予以阉割惩罚。10、9、8。陛下有急件！什么急案？
倒计时暂停，宿主恭喜你保住了，耶耶耶！我噎你个大头鬼，这可是龙床啊！陛下饶命！都滚下去！爬朕的床干什么？朕没有龙阳之好，你最好能给朕编出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否则拖出去杖毙。宿主加油哦！陛下，臣想找您讲讲都江堰的原理。什么东西？都江堰治水奥义。臣昨夜梦见一位仙人，说只要臣坐上您的龙榻，便能将治理天下水患的最高奥义传授给陛下。哼！天下水利均有治理之法，鱼嘴分水，飞沙堰一洪，保喉口饮水，三位一体。江州水患根源根本不在天灾，而是河道淤积，堤坝年久失修，上游泄孔口设计严重不合理。臣在翰林院查阅过江州近30年的水文记录，决堤的3处地方，无一例外，全都集中在同一段河道弯道处。弯道外侧水冲刷力最大，每年汛期，泥沙在弯道内侧不断堆积，河床被一点点抬高，水位一涨，沿岸堤坝怎么可能扛得住？这根本不是朝廷年年拨银子修补能解决的事，必须从源头上改。你一个翰林边边，查江州水文记录做什么？嗨，职业病犯了，找出来瞎看的。最主要还是臣对工程技术感兴趣，臣读书时研究过不少古籍中的水利工程案例。江州那段弯道，如果按都江堰的原理来改造，在上流设分水鱼嘴，主流一分为2，内江引水灌溉，外江排洪泄沙，再在弯道处修一座飞沙堰，利用弯道环流的力量。弯道环流会产生螺旋形水流运动，表层水流向弯道外侧，底层水流向内侧，泥沙沙随底层水流被带到内侧的飞沙堰，再从堰顶溢出排走。整个过程不需要一个人下水，不需要1两银子的维护费，水自己就把活儿干了。继续说。内江引水，内江淤引水，外江排洪。却现此处有属相老李内江引子。今天就到这儿。陛下，臣告退。明晚让那个姓顾的翰林继续来值夜。是。陛下，那厮轻薄于您，杀吗？飞沙堰，弯道环流，这个顾名里有些东西，暂时不能杀。今夜准备了什么秘籍？灵渠，还是郑国渠后续？宿主，这次宫斗任务是才艺展示，失败的惩罚阉割哦，是不是听着就透心凉了呢？倒计时5分钟开始了哦，宿主加油！
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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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，飘摇，飘摇。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本次宫斗任务，为皇帝跳一支惊艳的舞。顾边纂，你最好又是得了仙人指点。停！回陛下，确实是仙人指点。仙人让你在朕的御书房里摇来摆去。回陛下，仙人说让臣先给陛下展示水中海草的形态，又是何意？以此引出治水之道。治水需顺势而为，不可强力对抗。那海草之意，朕明白了。你先前那双手反复涂抹的擦玻璃，又是何意？回陛下，那是仙人传授的清逆之法。手掌为飞沙焰，虚空为河床，双手反复推抹，便是模拟弯道环流的力量，将泥沙自动清除，非人力可比。哼！臣自请带领工部前往江州，实地治理水患。折子留下，朕看看。退下吧。顾明礼，你在翰林院修了3年书，去过江州几次？去过1次，前日去的。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什么弯道环流、自动清淤，你知不知道江州那段河道，工部修了30年都没修好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行？这是何物？算学公式，用来计算不同汛期河道的水流量。周大人，工部30年没修好的堤，不是因为江州匠人不行。你狂妄！是你们的技术不行，算法从一开始就没跟上。回陛下，此方案部分算学理论臣等前所未闻，但条理清晰，数据详尽，确实值得一试。顾明礼，臣在。你折子上立了军令状，半年内根治江州水患，若不成，提头来见。此话当真？臣说的绝无虚言。刘安，传旨。奴才在。即日起升顾明礼为工部员外郎，领江州水利督造使，工部拨匠人300，即刻出发，限期半年，每月回京述职1次。述职的时候，把你那些新发现的秘籍一并带过来给朕瞧瞧。臣领旨谢恩。明月批了，暴君不仅没把我拖出去杖毙，还直接给我升了官，让工部拨了300匠人随我一同去江州治水。看来你这海草舞和擦玻璃没白跳，好歹是把治水大权握在手里了。至少老爹新摊的10万两，有地方名正言顺的花出去了。系统。领取花光手笔10万两赃款的系统奖励，恭喜宿主获得未来头条。
又向顾德白于一平肆虐期间贪墨巨额药材专款，致使大批百姓无药可治，横死街头。龙颜震怒，下旨彻查，顾氏一族剥夺官爵，于秋后满门抄斩。我靠！小姐，大少爷，出什么事了？有刺客？没事，刚才看见了个大耗子，被吓着了。继续赶路吧。哦。妹啊，这未来头条说的是真的！京都大邑咱爹摊店门药材专款秋后门抄斩。我们这治水大权刚拿到手，脖子上的铡刀怎么又厚了3寸？嚎什么嚎？起来！距离疫病爆发还有时间。头条上说了，这病初期剧烈咳喘，飞沫传播。太医院束手无策，是因为没有针对性的药。但我们有。满山坡的苦柚就是天赐的化橘红。你昨晚换出来的橘红镇咳散跑治全工艺，就是现成的特效药配方。我是水利机械双料博士后，连夜给你画个3栋脚踏纺车和高效织布机图纸，保准把大雍巢的棉纱产量拉高3倍。不过，这得要大笔银子。银子的事，交给我。嘿嘿嘿，月儿、丽儿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爹今天又发了大财，江州治水那笔银子，工部那帮工匠做账漏了底，爹顺手又悄悄结了10万两出来，来，给你当零花钱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家庭新增巨额赃财，当前剩余带花赃银累计升级为14.9千两，请在30天内合理合法花光，否则予以斩首。爹，带您去视察我们普济堂的金山项目。挺好，这荒山绿化挺好，就是花3万两买，是不是略微奢侈了点儿？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可算来了！这根本不是破柚子，这是失传已久的顶级贡药。化橘红，1两，值银10两。咱们这山上有43000株苦柚树，年产柑橘红6万斤以上，折合白银最少96万两。多少？96万两。不仅如此，爹，女儿已经跟营造行签了契书，全部厂房都用最顶级的金丝楠木当梁柱，还要定制50口青铜蒸锅。这叫品牌溢价。等药做出来，咱们卖什么价，那帮药商就得给什么价。不过，女儿手里的银子见底了。拿去折腾，爹支持你。不过你这么大摊子，没专业账房可不行。爹把府里最得力的4个私账房给你调过来。多谢爹。大小姐，您是说咱们普济堂所有进出账目，1文钱的税银都不漏，全都要明明白白记在账上？照做便是。我爹会理解的。是大小姐。哥，图纸画的怎么样了？咱们该准备动身去江州了。3D 脚踏纺车，大功告成。这玩意儿，传动比和曲柄连杆结构是我重新计算过的，比大雍现有的单地纺车效率起码翻3倍。只要找个手艺过得去的木匠，3、5天就能把样机试出来。到时候织出的密腹布做成防护口罩，防范疫病，绝对是降维打击。东家，出事了！说，咱们普济堂招工待遇太好，包吃包住月前5两的消息，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江州。这会儿官道上黑压压一片，足足有上千号江州灾民正往京城这边涌。咱们西郊荒山的工地可塞不下这么多人了，不能让他们进京，必须在江州截留。哥，
你刚接了江州治水的差事，工部那300匠人也要出发，我们直接以工代征，回江州设厂，把这批难民引回去。老哥，本地人，以前干啥行当的？给人上门做烤鸭的。这行，老哥干了多少年了？20年了，祖传的手艺。我爹以前也是干这个的。那老哥平时接客多吗？多啊，怎么不多？一天少说接上100个，都是提前预约，排着队等我上门干呢。哎，不过现在大水一闹，都没人点我了，闲得我骨头疼。哥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黄色肥物？人家是厨子，做烤鸭的。怎么着？瞧不起厨子啊？我陈三刀做鸭一绝，在江州城也是响当当的名号。就是以前自己养鸭总是赔钱，入不敷出，这才不得不把店关了。老哥，这店我盘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普益堂江州分站家事业部的大掌柜。东家，您盘这破店干啥？现在江州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谁吃得起烤鸭呀？不卖烤鸭，我要你带着江州百姓大规模养鸭子。鸭苗由普济堂统一采购，免费发放。只要签了契约，愿意养鸭的流民，每户当场发放1两银子的无息贷款，让大家买粮修房。等鸭子养成，普济堂按市场最高价回收，回收的银子再慢慢抵扣那1两银子贷款。给我签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！排队，不要挤！叮咚，新任务发布。任务内容：1个月后皇帝寿辰，为皇帝送上一份亲手准备的贺礼，要求让皇帝眼前一亮。任务奖励：好感度加10，完成期限30天，失败惩罚好感度俸500点。友情提示：宿主当前好感度为俸570，累计跌至500、1000，将直接触发御前障壁结局。妹啊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！这受理任务简直是要我的命，失败扣500点好感值，我负570的底子，扣完直接负1070。狗皇帝寿宴当天，我就得被当场抬出去喂狗了。哥，你急什么？你上次在御书房跳海草舞，加擦玻璃，把那狗皇帝惊艳的够呛。任务奖励你领了没有？我操，我给忘了，当时光顾着下半身保卫战，把这茬给落下了。这是智能导航地图。哥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寿礼吗？用你的现代工程画法，把江州水文地质的3维透视局部图画下来，做成一幅大庸水利江山图，送给皇上。对啊，这玩意儿逼格极高，工部那帮连算术都整不明白的老头子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立体图，绝对能让暴君眼前一亮。最关键的是，完全不影响你败家。用系统的卦来白嫖皇帝，不愧是你啊，妹啊！
东家，要是真按最高价回收鸭子，这账面可不太好看。哥，你这是勘测地形被泥石流冲了？妹，咱们还是去买2副上好的棺材吧。怎么回事？江州知府何元良，还有京城那帮黑心官老爷，他们的吃相简直刷新了我的3观。朝廷名义上拨了20万两治水专宽，户部以调拨损耗为由扣了3万两，工部以器械浊旧为名结了4万两。到了江州，知府何元郎最狠，大笔一挥，以地方行政协调费的名义，直接扣了5万两。20万两银子，还没见着一块低巴石头，层层扒皮下来，到我手里只剩8万两。8万两要修5个县的溃口，防汛期马上就到，这工程要是烂尾，皇上直接能在工地上把我绞了。哼，敢抢我顾明月准备花出去的活命钱，这帮人是嫌项上人头待得太稳了。笔墨伺候，再给我打一碗清水过来。妹，你要干啥？写家书。爹爹见字如面，哥哥在江州治水，受尽地方官吏欺凌，何大人克扣银两，只剩8万。江州大水未退，百废待兴，哥哥愁得日夜咳血，说若汛期决堤，便要提头去见陛下。女儿在江州心疼不已，却苦于无权无势，只能陪着哥哥在江州桥底要饭度日。思及阿母在天之灵，更是痛心疾首。公伙，带上府里的快马，800里加急送回京都给我爹，就说我是一边哭一边写的，眼泪把信纸都湿透了。老爷，是小姐从江州送来的急信。公伙说，小姐哭着写的。混账！好啊，一个个的吃比我还难看。老爷，天还没亮。入宫。开门，快开门！顾大人，顾大小姐，何某求见。何大人，深更半夜，有何贵干？顾大小姐，顾大人，下官该死，是下官衙里的主报办事糊涂，前日拨付的治水银两账目出了些许小小的纰漏。下官连夜重新查验，这不，立刻把银子送过来了。12万两银子，一文都不少，全在这里了。下官该死，下官这就回去，把那糊涂主报撤职查处，还请顾大人、顾大小姐在右相大人面前美言几句啊！妹，咱爹这是在京城把天给掀了。何大人说哪里话？既然是账目疏漏，查清了便好。天色已晚，大人请回吧。12万两，这下治水的本钱算是齐了。钱齐了是好事，但接下来我们得想想怎么把这笔巨款，在不引起暴君怀疑的前提下，合理合法的全部亏出去。首批化橘红药散、镇咳散已按照秘方炮制完毕，因东家执意采用金丝楠木厂房与青铜蒸锅，京都各大药商闻风而动，
皆传此药为大内秘制，仙人赐方，尚未开售，预定之伤感已排至城外。首批订单预估纯利润20万两白银。警告：宿主当前正处于败家主线任务中，若商号产生盈利，导致资产净值增加，系统将判定任务失败。倒计时21天，失败惩罚斩首。不，我绝对不能赚钱！降价，立刻降价，把真科散零售价直接砍掉90%，贴着成本价卖。谁敢涨价，我直接开除他。员工福利不够，全部涨薪。荒山工坊所有难民伙计的工钱全部翻倍，1日3餐顿顿有大肉，每天下午加送1碗冰镇绿豆汤，工伤补贴、医疗报销、带薪年假全部安排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市场采购原料时，一律按市价溢价2成收购。哪个采购伙计敢帮我讨价还价，省银子，我当场扣他3个月奖金。800里加急送回京都，让十不记和无账堂立刻执行。月底账面上敢多出1个同保的利润，我唯他们是问。看我的动作，双臂抬平，往左，往右，对，这就是弯道环流的轨迹。大坝审慎层的抛石角度必须跟着这个节奏来。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动，海草海草，随波飘摇，海草海草，随波飘摇。大小姐，今日采买食料，小的给您省了3两银子。谁让你省那3两银子？立刻给我花出去！海草海草，无账堂，你不要给老娘省钱！启禀齐王殿下，顾家大公子在河堤上跳着一种海草的古怪巫舞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工部匠人皆以为是神仙治水之术，目前工程进展神速，银子已开始流水般砸下。顾家大小姐脑疾似是愈发严重，一定要多花钱，不要省钱。属下亲眼所见，普之堂即将迎来暴力大小姐，却如临大敌，正以降价90%恶意涨薪、高价采购等匪夷所思之法疯狂败家。谁若帮其省钱，便要扣谁工钱，直言绝对不能赚钱。此女嫌赚得多，天天梦求破产，实乃世所罕见之奇人。监察院已查实顾德白贪墨的证据，数额之大，足以满门抄斩。您布局多年，为何迟迟不动手？老四，你觉得杀了顾德白，朝堂会怎样？不过是换另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，3年之内变成下一个顾德白。杀一个贪官，治标不治本。但他那一双儿女，倒是有些意思。哦，顾家丫头拿着他爹贪墨的赃银，在江州给灾民发银子分秧苗，把朝廷没做成的赈灾办得漂漂亮亮。那顾明礼成天缩在翰林院，却对分水余泽、弯道环流这等治水之法如数家珍。听闻顾明礼为了自请治水，第一次当值便爬上了皇兄的龙床，在床头讲了1夜的都江堰。信不信不重要，他有治水之才，他妹妹有经商之能，留着他们替朕办事，比砍了顾德白更有用。陛下，齐王殿下，江州密信。信上写了什么？
顾明礼在江堤上跳着古怪的海草之舞，教工匠治水。至于顾明月，他新制的药散即将暴利，他却如临大敌，正下令将药价降掉90%，给难民伙计疯狂涨薪，嫌钱多，天天梦求商号破产。影卫说，世所罕见。随他们去折腾，继续盯着他们。